你再说一遍。荣爽异地盯着罗威，他不敢相信刚刚听到罗威说的话。他摸了摸隆起的肚子，轻咬嘴唇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你确定要这样吗？”罗威眼神闪躲，语气生硬地回应：“就这么决定吧。”好。荣爽咬牙含泪，做了一个让丈夫悔不当初的决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这人你今天必须见，不然就管我叫妈。周末，正在睡懒觉的荣爽被母亲的咆哮打断：“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”荣爽将被子放过头顶，躲避突然刺眼的阳光。30好几的人了，再不嫁人就要臭到家里的。母亲甩开她的被子，看着她邋遢的样子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知道自己躲不过去的荣爽，只能像傀儡一样听从母亲的安排。他想着走一个过场，混一顿饭，再以不来电打发母亲。之前他也是按照这个套路过来的。然而，见面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这次的相亲对象叫做罗威，是个程序员。与之前那些奇葩的相亲对象相比，荣爽对他还算是比较有眼缘。相处下来后，荣爽对罗威的温柔体贴感触颇深。看着自己的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就打算给彼此一个机会。恋爱1年后，两人就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步入婚姻殿堂。虽然有些仓促，但是念及罗威对自己的好，荣爽认为嫁人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可是没想到婚后的生活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婚房是罗威婚前贷款买的，每个月4000的月供。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，这个钱是他完全能够承受的。荣爽则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课程顾问，每个月收入5000左右。因此，两人婚后的生活也完全是小康之家，也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。然而，这一切却都在荣爽怀孕后变了样子。由于荣爽的孕期反应太过强烈，有好几次在和家长商讨课程安排时，都不得不跑到厕所呕吐，将家长尴尬地晾在一旁。因此，他手上流失掉很多单子。所在的教育机构对此也颇有微词。而荣爽的薪资主要靠的就是提成。没有新报名的学生上课，他的薪水也只有底薪1500。想着自己怀着孕，每天辛苦又赚不到钱，荣爽就索性提出辞职，安心在家安胎。然而就是这个决定，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你今天怎么不着急上班？看着工作日还悠哉的妻子，罗威忍不住地问：“我辞职了，怀孕反应太大，又挣不到钱，就辞职不干了，专心在家养胎。现在他最重要。”荣爽一脸幸福地摸着肚子：“
完全没看到罗威的脸突然变得阴沉。今天我不想弄早餐了，你自己在外面对付吃一口，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。罗威没有回应，而是转身推了推眼镜，拿起门口的包，一脸愠怒地出了门。来到小区楼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打了一通电话。而此时的荣爽则是回到床上，美美地睡了一个回笼觉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。还睡呢？不出来看看宝宝的衣服吗？睡梦中，荣爽被闺蜜的电话吵醒。这么打扰孕妇好吗？荣爽眼睛都没睁，慵懒地回应着：多活动活动。不是都说懒是丫头吗？就你婆婆那封建的劲儿，不生个儿子她都能吃了你。荣爽的婆婆的确重男轻女，她来家里时什么活都不让罗威干，只要能喊她做的，自己绝对不会动手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我在万象城等你。挂掉闺蜜的电话，荣爽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。你听我的，孕妇的化妆品要用专门的，这个年纪可不比小姑娘了，可得好好保养。闺蜜见到荣爽后，就将她拉到化妆品专柜。满载而归后，两人又去逛了母婴店。虽然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，但是看到那么可爱的小衣服，荣爽还是没忍住买了几件。她虽然在外买得很开心，却不知道有人已经冷若冰霜地在家等她，而这个人就是她的婆婆。你干什么去了？不好好上班，跑去逛街了？荣爽兴高采烈地回家后，看到却是一脸怒气的婆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荣爽很惊讶，婆婆为什么回来？因为她一直都在农村守着她的几亩地。今天的突然到访让荣爽很诧异。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婆婆起身向门口走来，看着地上的大包小裹，愠怒都写在了脸上。我给孩子买2件小衣服。看着婆婆生气的表情，荣爽连忙解释。婆婆还想说什么，却突然的打住。荣爽以为事情就这样的过去了，但殊不知，暴风骤雨其实都在后面。晚上，罗威面无表情地回道：看到母亲时，他并没有感觉到意外，反而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在厨房忙碌的荣爽。确定要这样吗？罗威放下包，小声地对母亲说：好像一个做贼的小偷。必须行啊！婆婆嘴角下撇，一副要打仗的架势。回来了，快过来吃饭吧。此时的荣爽从厨房端着菜出来，微笑地招呼罗威和婆婆：吃饭去。婆婆推了一把罗威，两人一起坐到了餐桌前。你今天是不是买了很多东西啊？罗威低声问着，头也没抬。美娟约我出去，我就顺便买了一些孕妇用的化妆品和小孩的东西。听着罗威的语气不对，
荣爽一时间也搞不清楚状况。你都辞职了，还这么花钱？罗威依旧没有抬头，而婆婆此时狠狠地将碗筷放下，弄出的响动吓得荣爽差点将没拿住手里的碗。她不知道这对母子今天到底要弄哪出。这样吧，这个家的开销咱俩以后一致吧。我看现在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。罗威放下碗筷，靠在椅背上，漫不经心地对荣爽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荣爽一时间没有听懂他想干什么，而婆婆立即在一旁插嘴说：“我觉得挺好，家是你们2个人的，你们俩 AA 制也算是公平合理。我怀孕5个半月了，刚刚辞职，你要跟我 AA 制？”荣爽立即站了起来，她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。今天这些东西你买就买了，以后咱家的公共开销就 AA 制，像水电、房贷这些。当然，孩子的东西算咱俩一起的，也可以 AA。荣爽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她踉跄地走到客厅，一下子就瘫在沙发上。她摸着自己的肚子，脑子里一片恍惚，仿佛灵魂抽离的肉身。以后账单这些东西都留好。罗威走过来，本来还想再说什么，看着荣爽的状态，就将后面的话吞了回去。然而婆婆却没有管那些，直接说道：“该留下的账单都留好，到时候算账。你也别占人家荣爽便宜。”荣爽冷冷地听着，她想不明白这一晚所发生的一切。为什么自己满心期待的婚姻，竟然怀孕辞职而变得面目全非？她一夜未眠。然而罗威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晚上竟然还打起了呼噜。天快亮时，荣爽才算勉强睡了一觉。第2天，荣爽起床后发现婆婆已经回了老家。她收拾了一下，决定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在她看来能解决问题的地方。你已经怀孕快6个月了，这么大胎儿已经成型。如果现在不想要这个孩子的话，只能做引产。但是引产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依照你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这一次要是引产掉，以后估计会很难再怀孩子。医生看着荣爽的化验单，面色有些凝重地对她说：“这个决定你可要想好了。如果放弃这个孩子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做不了母亲了。”荣爽摸了摸肚子，她不知道要怎么选择。她渴望成为一个母亲，可是想到罗威突然转变的态度，让她对婚姻又充满了厌恶。她甚至一刻都不想回到那个家。就在她徘徊不知道要怎么办时，母亲打来了电话：“你这怀孕怎么样？”听到母亲的声音，荣爽的眼泪一下子就飙了出来。这小王八蛋！我们怎么早没看出来他是这样的人？回到自己的家，荣爽没有隐瞒地将事情和盘托出。
母亲听后忍不住骂了出来。然而父亲的看法却不相同。你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你辞职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人家一声？夫妻之间的事情要商量着来。更何况，辞职了你还乱花钱，这也实在是不应该。你闭嘴。老话怎么讲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要是没那个本事，就别娶媳妇。再说了，这孩子是给谁生的？还不是给老罗家生的吗？他想着给治，他怎么那么会占便宜呢？母亲越说越激动，荣爽反而要安抚母亲。你就别回去了，以后就在家里住。晚上，罗威打来电话。你干啥去了？饭也不做。我在我妈家呢。你饿了就自己做。不行你就点外卖。这么大人总不至于被饿死吧？荣爽的语气呛辣。说完就直接挂掉。一连半个月，荣爽都没有回去。罗威有些坐不住，给母亲打去电话。她不回来更好。再说有她亲妈照顾也错不了。电话那头的婆婆反而有些窃喜，但罗威还是有些理性，于是去岳母家看过几回。妈，荣爽住你这我也放心。我们公司最近接的项目多，有时候都回不了家，也担心他一个在家没人照顾呢。行，住我这孩子也是你俩的，这该给的钱也要正常算。听着岳母阴阳怪气的话，罗威立即给荣爽赚了500元。赚完后还拿起给岳母看，还真是巨资。这一刻的母亲心内五味杂陈。整个孕期，罗威就来过4次，每次就留下500元就走，而荣爽的婆婆却连一通慰问的电话都没有。这样的行为，就连荣爽的父亲都无法容忍。因此，在荣爽生产时，他们并没有告诉罗家人，还是荣爽的婆婆算计着时间，才让罗威去荣爽家看看情况。一进门，罗威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啼声。他兴冲冲地进屋，看着荣爽正在用奶瓶喂奶，让爸爸好好看看，是儿子还是丫头。荣爽一把拦住：“你先把账单来了。孩子出生时到现在，一共是22000，除了你之前给的2000，你还欠我1万。用花这么多钱吗？”罗威嘀咕着：“你放心，账单小票我都留着呢，不会占你便宜的。”罗威讪讪地给荣爽赚了1万块，随后又问道：“男孩女孩？”“我儿子，荣浩。”“什么？”本来听到是男孩的罗威兴奋得两眼放光。可是听到孩子的名字后，他不可置信地吼了起来，吓得孩子哇哇大哭。听到动静的荣爽母亲进来将孩子抱走。“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儿子为什么跟你姓？”罗威指着荣爽的鼻子问。“这是我儿子。”
户口都已经落完了。谁说孩子一定要跟你姓？还有罗威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吃错药了吧？你孩子都生了，要跟我离婚？罗威瞪大了眼睛。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想象。离婚这2个字很难理解吗？没有办法的罗威只能给母亲打去电话。婆婆来到荣爽家，起先是一副老旧的封建做派，拉着荣爽的母亲论起姐妹来。这姑娘结婚生了孩子再离婚的话，说出去多让家人笑话。退一万步说，真要是离婚了，以罗威的条件，找什么样的小姑娘没有啊？那荣爽怎么办？你说那么多都没有用。我结婚是为了幸福，如今离婚也是一样。孩子的抚养权你们也别想。从你们算计我要 AA 制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跟你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荣爽态度坚决，言语犀利。我女儿说得对，嫁不出去我们养一辈子。就你们家这么刻薄，我倒要看看还有谁家的好姑娘会掉进这个大火坑。谁也没想到，最后竟然是荣爽的父亲火力全开。虽然离婚的过程一波三折，但是对于荣爽来说，结果是好的。他不仅拥有孩子的抚养权，也分得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。但是对于罗威来说，他的肠子都要悔青了。从法庭出来的荣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，而他也做好准备迎接自己新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